时间银行啊，对，这次终于啊，北京市落地了。沿着这条路走了有一段时间，哦，其中走通了2个地方，一个是外地的养老啊，北京市跟人家对接，京津冀周边对接的很多养老院啊，环境条件相对来说都不错。哦，第二个是我走通了一个特别关键，因为老人的异地就医及时结算。正值重阳节，这期呢听天坛潘老师讲一下养老这一话题。这一期呢，潘老师主要讲了2方面，一个是时间银行，再一个是潘老师异地养老的一些实际体会。希望呢大家认真听一下，我想呢对每一个中老年朋友都应该有所帮助。老师好，主持人好啊，您这个好，好今天这是异常精神啊，真是，今天是星期一是重阳节，又是老年节，对老人节，对，今天主要想说老年人话题，好，还是关于养老的，因为杨老师您现在比较关注的，对，本身也是进入老龄化的。我上一期当时说了一个时间银行啊，对，这次终于北京市落地了啊，落地了，这个是落地了，还有一个叫精彩时光把这个时间银行落地了，它的口号是现在存时间，后续享服务。现在就有了，现在就有了，它在手机上有一个手机 APP，下载以后，完了它所有的供需两方在上面发布信息，提供服务的和被服务的在上平台上同时发布信息。你可以在上面接单，完了在这个接单的过程当中，服务完了以后，这个平台现在做的更不错的是，第一个是存储时间，第二个是可以兑换，第三个是允许继承。这不错。他当时现在这个平台当中，大概有那么10多项服务，其中有7项是比较专业的服务，针对老年人的，就是护理等等一些，还有一些非专业的，比方说陪护老人上门探访，代办服务，形式多样，其实很多低龄化的老人可以参与进来，一个是为自己，一个是为他人。对，今后你可能有需要的时候，人家为你服务的时候，通过时间平台，享用这个时间。那这太好了。他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的，他把这个东西可以进行兑换了。1个小时的服务时间是1个时间币。它有一个价目表。这是一个对吧？现在我就说今天是重阳节吧，老人节吧，我谈谈我自己的规划吧。好。现在很多北京市的市民，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在4、5千的居多。对，北京市就根据这个绝大部分这个人群的吧，他做了一个京津冀协同养老。高铁在差不多基本上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差不多就300公里左右吧。外地的养老院的服务价格和环境确实特别具有优势。便宜啊。便宜。还有一个它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。还有这方面需求。它人员的配备相对比较宽松。对。实际上到了老了以后，人进入最后这个生命阶段，你买的就是身边的这几个服务人员，对你更好一点。没错。北京市现在的相对来比较紧张，人员比较紧张，他一个人可能照顾7、8个。没错。北京市制定的标准应该是一个人最多是服务4个人。这是最合理的。对，他能照顾过来。但是现在是人手紧张，他照顾不来，所以就向外延。第二个就是大部分人的老人的想法就是说，老了以后还是要靠自己，不愿意拖累子女。没错。其中钱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担忧。对，我也想去好的。我的收入达不到，你让子女贴过多的吧，老人来讲，可能心里也过意不去。是，所以选择这种东西来讲，可能是一个大的选择。就现在来讲，我是沿着这条路走了有一段时间，其中走通了2个地方，一个是外地的养老，北京市跟人家对接，京津冀周边对接的很多养老院，环境条件相对来说都不错。第二个是我走通了一个特别关键，因为老人的异地就医及时结算。这个您尝试过吗？尝试过。我在崇礼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
崇礼的医院大概有2家医院啊，就是互联互通，拿北京的医保卡，就跟北京医院刷卡是一样的，在当地看病、及时结算都没有问题，这就解决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那挺好的。对啊，这就很多。其实子女要去看的话，如果说乘坐公共交通高铁的话，其实当天往返都没有问题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如果早点规划的话，其实现在为什么要规划呢？很多人现在用不上。对。但是你一定要有规划，到用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，对，是吧？没错。规划好了以后，又享受到了自己享受的东西，又节省了金钱。哎，对，这很关键。也为子女减轻了负担，没错，是吧？监测很好。您这个有那个 APP 吗？手机里头？我没有，我自己没下。没下是吧？对。那个 APP 是什么呀？精彩时光。精彩时光就叫手机的小程序 APP。它现在是把精彩时光和北京志愿服务网2个网的信息平台连在一起了，整合到一块了，资源共享。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，就跟咱们现在在手机上买东西一样，你给我服务了，我享受了，同时这个被服务者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评价和留言，好与不好。他基本你服务完了以后，大概可能现在就是他们做了一下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平台上就能显示出来了，就给你兑现了，存入你的实业银行等等东西。其实现在是北京市应该到2030年，北京市的老年人基本上就在700万左右。这么多了啊！哎呦，现在是国家统计的是，中国目前的养老人数，60岁以上人数2.8亿。北京相对是大城市，对，老龄人口就是统计去年统计的是，大概在400多万，就户籍人口400多万。按照这个速度向后推的话，再过7、8，因为咱们国家60年代60年到68年是人口出生的高峰期，对，每年都是2000多万人。这部分人现在逐渐都进入退休了。我有时候他们现在就包括稍微大一点社区，西城、东城大一点社区，一个社区里头，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差不多都有过100的了，100位。所以现在光靠基层的这些人服务，肯定顾不过来，解决不了，真是所以需要社会各种力量，志愿者。个人参与，党这个大积极进来，一个是给自己省钱了。对，还有一个现在要说的一个，还有我在现实当中还有一个反映比较多的，老年人现在用药的群体是一个大的群体。对，现在在看病完了以后，就这特别不友好的是药品的说明书，对老人特别不友好，一大张。对，马哥说过这问题。90%都是给医生药剂师看的。实际上，老人最关心的就是什么？怎么吃？忌什么口？对。需要注意什么事项？治什么病？你把这个东西你给放大了以后，我吃药，我就看那么几句话就完了。还有一个乐坛的社区医院有一个医生做的特别好，他自己做了一个 APP。你在我这领药，你扫我一个码。他把这个药的使用的就通过手机的那个 APP 做成虚拟的动画了。老人一扫一点看，吃这个不能吃这个药，饭前饭后，这挺好。不能喝酒，不能吃什么辛辣等等一类。老人一看更简单了。非常好好，谢谢。谢谢潘老师这个对老年人太有帮助了。我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，希望以上信息对大家应该有所帮助。对此呢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